我和未婚妻一同战死沙场，死后才知道她是下凡渡劫的神女。恢复神女身份后，柳如烟淡漠看我一眼，此人与我有因果，也带回上界吧。于是我从战功赫赫的人间将军变成了九重天的洒扫仙士。后来柳如烟的丈夫还把我扔进了神魔井。失去意识之前，我听见柳如烟的声音：死了就死了一个凡人罢了。人人都以为我死透了，但是他们没想到我竟带着一身杀戮鲜血爬回来了。九重天高高在上的神也会怕死吗？此时我刚来到仙界，却渐渐发现九重天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我其实想问柳如烟能不能让我走，只是仙界等级森严，我这样的洒扫小仙想见柳如烟难上加难，而柳如烟也没有再找过我。老树仙说，人间几十年对于神仙漫长浩荡的生命来说不过转瞬，上神渡劫次数多了，能把你捎带上天就不错了。老树，我可是修行了800年才飞升的。我扫干净地上的树叶，沉默着没有说话。再见到柳如烟是南极仙翁寿辰时，仙士不够，我被抽调过去帮忙。柳如烟带着未婚夫来的时候，我在门口迎宾，路过之时，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平静，毫无波动。倒是身边的王腾神君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。这就是你在凡间带回来的男子，听说在人间是位将军呢，怎么修行如此不济，真是给逍遥谷丢脸。凡人没有慧根，能成仙就是造化。随后，柳如烟和王腾相携而去。在凡间的时候，每逢帅帐议事，柳如烟都目光灼灼，等着我给她分配任务。那时她是怎么说的？魏巡将军天纵英才，跟将军上战场，虽死无悔。我也努力修行过，但地仙想要进阶实在太难。逍遥谷有很多天才地宝，王腾有时会拿仙丹喂养灵宠，而我这种最低级的小仙，无故触碰仙丹就是死罪。我问老树该如何修行，老树笑我天真，只有先天神胎才能修行，咱们这样的地仙上了9重天就是终点。老树人间修行800年，做了数不尽的好事，修得一身功德，才换来成仙机会。成仙后，因为枝繁叶茂，被王腾挑中，送到逍遥谷做庭院警官。他从未离开过这方庭院。我曾问他不寂寞吗？老树笑呵呵，处长在哪里都行，但我这个人是从不认命的。我参与了几次触摸驱邪的任务，便凑齐了领取仙丹的功德。于是我便想要一枚洗髓丹。做记录的神仙闻言，抬头看了看我，善意劝我：地仙用洗髓丹没用，一枚洗髓丹洗不尽浊气，让我不如换增寿丹。他眼中带着几分怜悯。你们地仙寿元有限，大家都来换增寿丹，毕竟地仙寿元一尽，魂飞魄散。就洗髓丹吧。他摇摇头。我捏紧手里的洗髓丹，内心十分平静。是不是自寻死路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大周的将军魏巡从不苟且偷生，只可惜这枚洗髓丹我并没吃到。刚回到逍遥谷，一只白色锦鸡灵宠掠过，张嘴叼走了我身上装着洗髓丹的袋子。我欲上前抢回，却被一道白光推出。不远处，王腾神君面色不善地看着我。你想对我的灵宠做什么？他抢了我的洗髓丹，王腾一拦，那只锦鸡已经把洗髓丹一口吞下，吃完满意的咕咕2声，用尖嘴蹭了蹭的王腾的头发。王腾摸了摸锦鸡的脑袋，不就是一枚洗髓丹，你一个地仙吃了有什么用？言罢，他随手扔下一枚圆滚滚的仙丹，这可是上乘养颜丹，赔你，便宜你了。你去天之涯杀100个魔物都换不回来。随后王腾没再理会我，逗弄着锦鸡离开。我半跪在地上，气血翻涌，半晌才缓过劲儿。养颜丹地仙用后外表就不会再衰老，哪怕老死了，外表也是青春貌美的样子。但我只想要那枚洗髓丹。片刻后，老树化成人形，慢悠悠走过来。因祸得福，这下子你就不会老了。老树已经很老了，树叶一年比一年落得多。送你吧。老树愣了片刻，摇摇头。我寿元快尽了，吃了也没用。他脸上有些许惆怅。神君不让他随意出去，也不让他除魔换仙丹。老树真的很老了，他很快就会变成一棵枯树。他有时候也会抱怨，成了仙反倒不如在人间自由。他要是先天神树就好了。我得罪了王腾神君，因为我为了一枚洗髓丹，竟然想攻击他的灵宠，这真是大逆不道。自此之后，凡是我打扫的庭院都会出现问题。天之涯除魔，我也被派去做最危险。夜里，老树悄悄摸摸把我从池子里捞出来，寒吃水冷，我的修为不足以抵御，冻得面色苍白，呼出的气似乎都带着冰茶。不是白天我不救你啊，你就不能忍忍吗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你忍上几十年，大家也就忘了这事，何必跟上仙硬碰硬？你本来根骨就不好，这下更没救了。别说我不讲义气啊！老树掰开我的嘴，塞进一枚洗髓丹。这是我唯一的洗髓丹，好歹能给你驱寒。我望着天没有说话，而房里
也放着一枚洗髓丹，上面带着淡淡如烟上神的气息。原来柳如烟还记得我，真有意思。悄悄放下一枚仙丹，却又留下气息，做好事不留名，想让我继续感恩戴德才对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上神没走。片刻后，柳如烟缓缓出现。阿寻，你不要跟王腾作对，他是东方木界神君，你得罪不起。上神竟然还记得我，真让我震惊。柳如烟抿唇，皱了皱眉。我待你成仙，已是尽力。东方木界除魔有功，九重天安危都仰赖王腾父兄，他不喜我跟别的男仙接触，你不要闹得太过，不然我护不住你。就在逍遥谷做个普通小仙，增寿丹我会给你，你别给我添麻烦了。到底是谁在给谁添麻烦？如烟从没问过我想不想成仙。九重天虽好，但我魏巡不屑于此。我是大周将军，只能站着死，不能跪着活。柳如烟以为见我之事做得隐秘，但逍遥谷愿意为王腾做事的神仙多如牛毛。第3日，天之涯除魔，我被队友背后偷袭，再睁眼，王腾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贱奴，竟然敢背着我纠缠如烟上神！你以为凡间几十年相伴，你在他眼里就独一无二了？像你这样心思多的地仙，我见得多了。王腾随即抬手，2道白光奔我而来，摸入我胸口。刹那间，仿佛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心脏，狠狠收紧。激荡之下，我一口血喷出。真是废物！我不过随手而为，就能要你的命，恬不知耻的东西！再敢见如烟，我就让你灰飞烟灭！言罢，他摸了摸怀里的灵宠。景儿，给我啄瞎他的眼睛。那白毛锦鸡似箭一般冲过来，我撑着躲开眼角，他尖尖长嘴啄在我脸上，血流如注。锦鸡退后几步，歪着头看我，绿豆大的眼里兴味盎然。灵宠都喜见血，性子残暴，我脸上的血激起了他的兴趣，他开始疯狂攻击我。站在一旁看戏的王腾轻笑出声，十分开心。景儿，把他身上的肉都撕下来，今晚给你加餐。我左支右绌，躲得很艰难。一旁的仙士说：“如烟上神快到了。”王腾眼底闪过一丝阴狠。好了，景儿停手。他环视一圈，冷声道：“一会儿就说这个地仙为泄私愤，攻击了景儿，才惹得景儿反噬。听到没有？”师父说，如果有比你厉害的人说你做了错事，那你最好是做过，不然你就白挨罚了。我一直都觉得师父说的很对。我咬了咬唇，轻声道：“神君，小仙知错了。”现在知道认错了，晚了。我撑着爬起来，小仙以后不敢了。神君，我有一枚如烟上神在人间留下的玉佩，交给神君抵罪可以吗？王腾并未对我设防。拿来看看。我上前几步，伤口淅淅沥沥的流着血。神君，你看，我从袖子里抽出断剑，趁人不备，一剑刺到王腾脸上。他一扬手，把我打得倒飞出去，而我硬是咬着牙，撑住最后一口气，自爆丹田，掐死了那只白毛畜生。就算灰飞烟灭，也只能换个畜生。王腾惨叫一声，一挥手把我扔进神魔井。落下这时，我还在大笑，傻逼，剑上有煞气，你这伤别想好了。我特意在断剑上融了一枚魔物的内核，日日贴身，忍受煞气侵蚀，就是为了遇到这种时候还能拼死一搏。这时，柳如烟赶来。王腾，这是怎么了？还不都是你那个人间未婚夫，他入魔了，还伤了我。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，我听见柳如烟熟悉的声音：“死了就死了，一个凡人罢了，你没大事就好。”200年后，天之涯魔气越来越重，地仙处理不了，甚至不少上神都要来除魔，才能护住九重天安稳。神魔井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翻腾200年了。我听说，自从那个入魔的地仙落进去，神魔井就不太平。一个地仙还能翻出什么花来？就是呗，快点收拾吧。今天如烟上神和王腾仙君来除魔，我要去看看，没准还能捞点好处。神魔井有什么好收拾的？还能有魔头从神魔井爬上来不成？走吧走吧。而这时，神魔井魔气翻涌，缭绕间撕开一个口子，一只粗糙、刻满伤痕、指节宽大的手突然握住了井口边的石壁，懒洋洋的声音传来：“你说今天是谁来除魔？”2个地仙愣在原地，怎么不说话？今天是谁来除魔？水晶映出我的模样，白衣黑发，细眉长眼，看着很温和有礼。不知这2位地仙为何吓成这个样子？绿衣地仙抖着嗓子回道：“是如烟上神和王腾神君。魔物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”阿紫很是慌乱，手脚并用的挣扎着。阿紫，你说地仙跳下神魔井怎样呢？他涨红了脸，说不出话。我笑眯眯的看向另一边呆立不动的阿绿，你觉得呢？阿绿眼里含着一包泪。我觉得会死。真的吗？神魔井之下有什么你们谁都不能确定，只说会死。
岂不是有些不严谨？这样吧，我们把阿紫扔下去，看看他是否会死。阿绿呆立在原地，吓出一脑门汗，而我一翻手，便把手里的阿紫扔进了神魔井。哎呀，失手了，同伴阵亡。阿绿终于破防大哭起来。尊者想问什么事？地仙不是都有传讯符吗？你怎么不捏传讯符通知上仙过来？传讯符太贵重，地仙要靠除魔积分兑换。九重天真是一日不如一日，地仙传讯符都要克扣。不过我也能理解一二，毕竟这些道貌岸然的上仙上神们，日子也不好过。阿绿，你说阿紫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？阿绿不出声，生怕我把他扔下去一探究竟。他不说话，我也没指望他说话，仍旧自顾自闲聊。如果我们一直不看，阿紫就一边死一边活，你说这样多好？不死不活，永生不灭。上神求永生，一直没有解法，不如都扔下神魔井，非生即死，不去看结果，九重天不就都能得到永生了吗？阿绿看我的眼神格外惊悚，我郑重其事地转身。阿绿，你放心，你是我回九重天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我不会扔你下去。谁跟你是朋友啊？你这个大魔头！咱们说了这么久的话，还一起经历了阿紫的人生大劫，怎么不是朋友呢？你胡说！你都不知道我叫什么。名字身外之物，你以后就叫阿绿吧。阿绿顺从地接受了这个名字，因为我的长剑抵在他脖子上，他不答应，我就送他跟阿紫作伴。走吧，阿绿，咱们去看看如烟上神和王腾神君是怎么除魔卫道的。天之崖的神树上，王腾踮脚站在树冠，衣袂飘飘，仙姿玉骨。前方不远处，如烟手执长剑，看着地仙前仆后继地送上去。魔物有煞气，地仙碰了生不如死，但尽管如此，上神依旧没有出手。必须先把这魔物的煞气耗尽，如烟上神才能收服他。大家加把劲儿，回去会领取仙丹，成了上仙就不用再来天之崖除魔了。你说两位上神为什么不先去处理魔物呢？地仙这么弱，万一不小心被魔物杀了，岂不是亏得很？煞气碰多了还容易入魔，多吓人！上神动手了，哪还有地仙除魔的机会？地仙立个功不容易，只有天之崖这一个机会。我们寿元有限，想待在九重天就得换仙丹，想换仙丹就要除魔兑换积分。我摸了摸下巴。做地仙到底有什么好呀？能成仙还不好？地仙再修成上仙，就能与天地同寿，享万年福禄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笑起来，这可算不上什么好事。阿绿，你说地仙真的能修成上仙吗？当然，这是它存在的意义，先生的追求。但是这些年，有谁修成了？阿绿愣住了。反正就是有，大家都是这样说的。懂了，跟阿紫现在是生是死的情况一样。你别胡说八道！你这个大魔头！我怎么会胡说八道呢？因为曾经我也是地仙，也受过魔物杀气，还坠过神魔井呢。午夜梦回，你们是否想过，低贱不堪的魏勋又爬上来了吗？大概是想不起来了。众仙围剿之下，魔物很快显出皮色。又上去一批地仙后，魔物一身煞气终于散去。王腾和如烟一同出声，退下。王腾一挥手，草木生长之力倾泻而出，一片融融春色。不愧是东方木界神君，王腾神君真厉害啊！如烟战神也厉害，不愧是上神。地仙们眼带憧憬。王腾是东方木界神君，父其木之主，长人间草木，万物生长之力。如烟和王腾配合得很好，让地仙无比痛苦的魔物，不过片刻就被如烟一剑毙命。受伤的地仙留下。天之匣除魔，并非绝对安全，被煞气所伤的地仙，有一定几率被煞气侵蚀变成魔物，因此受伤的地仙要留下接受上仙检查。这几年煞气越发严重，好多地仙都折在这里。地仙会变成魔物吗？不知道，兴许会变成魔物吧。魔物是什么呢？你不就是魔物，还来问我？王腾站在地仙前方，脸上一道划痕。当初那柄断剑上的煞气，也给他带来不少苦恼吧？他不痛快，我就痛快了。王腾随意指了几个地仙，说他们煞气入骨，便让其余人走了。如烟神色冷淡的道：“诸位辛苦，回去领取积分吧。”被指出煞气入骨的地仙瑟瑟发抖，不知所措。有人壮着胆子问道：“上神，我等该如何是好？我们也是为了九重天安危才受伤，难道就自生自灭吗？就是，这也太没有保障了。”王腾翻了个白眼，实力不济，怨得了谁？愤怒之人被同伴拉住。我们还没有入魔，上神救救我们吧！生死有命，
你们修行之时就应当有这个觉悟。可是我们没有入魔，煞气入骨，迟早会入魔。好了，如烟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反正都是要死的。什么？神君，你这是何意？还是那只白毛畜生！原来我自爆都换不下这只白毛畜生的命。我身旁的阿绿也愣在了原地。这是为何？他一脸震惊，不知王腾为何攻击地仙，而下一刻发生的事情更让他接受无能。紧急肠胃毒进一地仙丹田，地仙惨叫一声，看着自己丹田破碎，内丹被紧急衔着放入王腾手心。王腾满意的摸了摸紧急的白毛，眼中闪过一丝晦暗。要不是为寻那个奴伤我根本不需要用地仙脏擦的内丹疗伤。王腾运力想把内丹炼化，我看见丝丝缕缕的黑气溢散出来，他抵抗不住煞气侵蚀，他入魔了。不止我发现了这件事，被困住的地仙也发现了。魔物，你入魔了！王腾入魔才需要地仙内丹压制煞意。那日我带着煞气的一见王腾，若是能忍得痛苦，损耗些许修为也就压下去了。但看如今情形，他一点苦都吃不得，所以才煞气入骨，成了魔物。如烟上神，你就眼看着魔物杀人吗？如烟神色不变，只淡淡道：“王腾，快点！”她是王腾未婚妻，又怎会不知王腾入魔了呢？地仙入魔就要死，但如王腾这般的神君就不一样。天子犯法，怎能跟庶民同罪？王腾一脸不情愿，挥手示意紧急把其他地仙的内丹也啄出来。阿绿下意识抬手想去救人，被我拦下。你这点本事，还是惜命吧。言罢，我隔空取了一道流云，捆住尖嘴的白毛畜生。什么人？如烟和王腾都警觉起来，王腾入魔这等大事绝不能暴露出去。念及此，两人都祭出本命剑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魔物，原来高贵的东方木界神君也入魔了。如此说来，咱俩也是同一组，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啊！神君怎么还攻击自己人？我话音一落，如烟和王腾脸色更加难看。魔物没有神智，如我这般能思考说话的，都是煞星一般的存在，出事就会引起天地动荡。趁着他俩失神，我斩断了困住地仙的符咒。还不快去叫救兵！王腾神君入魔，要判出九重天。地仙们听后慌乱逃命，可下一瞬便被柳如烟一剑毙命。王腾感激地看一眼如烟，多谢了。他眼中闪过一丝阴狠。这些见过我脸的贱奴，死有余辜。还有这个魔物如烟，快把他也杀了，被人知道我们就全完了。如烟却没有说话。你从神魔井之下上来，不然呢？上神自诩救世主，除魔未到，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做不成了？神君入魔，不是也应当被处死吗？王腾怒极，贱奴怎配与我相提并论？本神云天生神胎，上神之躯。我父亲是东方木之主，我入魔杀几个地仙，能压得住我的魔气，是他们有福气。你一个魔头，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除魔未当，人人有责，我辈义不容辞。如烟勉强接住我一剑，拉回王腾，捏碎传讯符，起落间跑远，对着传讯符，他急声道：“魔头向氏杀了16个地仙，还重伤了王腾神君，速来支援。”他跑得很急，倒不是怕跟我打起来，而是担忧我身上缭绕的煞气牵动王腾，让他狂性大发，失去理智。我看着如烟和王腾跑远的身影，并没有追。被我隐藏气息的阿绿一言不发，发生的一切超出了他的认知。他一脸痴呆相，不知在想什么。阿绿几乎崩溃：为何如此？为什么神君会入魔？为什么他们会杀死那些无辜地仙？这都是为什么？我缓缓勾唇，轻声问了阿绿，没有回答我的那个问题：魔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阿绿愣愣低语：神魔井之下封印着上古魔神，五行之主除魔未到，封印魔神于天之压。神魔井易散煞气，煞气入骨的地仙会入魔。我收回流影石，慢悠悠布阵。放下最后一颗流影石后，巨大的水幕张开，王腾和如烟出现在水幕之上，正是方才王腾与如烟杀人灭口的影像。看到了吗？那永远不散的灵气，是地仙的血肉。天道之下，哪有高低贵贱，哪有高人一等，不过是一群欺世盗名之辈，窃得天机，对后来者敲骨吸髓罢了。阿绿，咱们有缘再见吧！我一掌劈晕阿绿，把他扔远了。回望一眼九重天，再一次跃入神魔井。流影石是我在神魔井下改良之物，想回去十分不易。我倒要看看王腾入魔杀害地仙之事暴露，九重天会如何处置。200年前，我怀着必死之心坠落神魔井，睁眼之时却身处人间。早就死了的师父生龙活虎地站在我床边。师父说：“一切都是我的一场梦。”我问师父：“柳如烟呢？”师父诧异道：“哪有什么柳如烟？我的副将啊！你不会被北狄人打傻了吧？你哪来的副将啊？
没有柳如烟这个人。我师父是大周将军，记忆里他死在一个冬天，皇帝建了一座高台，能看遍长安美景，黄金铺就地面。皇帝说，建了高台就没有了可用军费，因此师父带着大军一退再退。北狄打过来的时候，师父也因此战死沙场。可这一次，师父却说没有皇帝没有建高台，而是把这笔钱给了边疆战士。冷冬来临，将士们吃饱穿暖，一举击退北狄人，收拢残兵后，北狄人再不敢来犯。我是师父养大的孤儿，我身边的几个兄弟姐妹也都是师父捡回来无家可归的孤儿。师父一生未婚，抚养了我们几个孤儿，就当亲生子一般对待。他这个人行军布真厉害，做师父却不太着调。好在我们耳濡目染，也都歪歪扭扭的长大了。这世上之事真真假假，其实没有必要求个清楚。可偏偏我是个认死理的人，我手上有一道长疤，那是我跟师父上京述职时候被贵人划伤的。那位贵人，我记得他后来做了皇帝。贵人那时说，一个贱民，我想杀就杀，这样的人怎么会全力支持师父呢？师父走在前方，我扬鞭追赶上他，忍不住回头望向身后那些熟悉的脸。大师兄和师父一起死在北狄人手里，二师姐为了保护我，被皇帝的鹰犬杀死。小师弟替我挡了北狄人的剑，死在我身边。师父，你说人一定要求真吗？什么真真假假？你眼见之物就是真。师父，你错了。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，一场美梦，我违心不做也罢。师兄弟们赶过来时，又惊又痛的神情，不似作为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他们都试图劝我回正途，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痛苦的酷刑，为你织一场美梦，梦中真真假假，所有遗憾都得到满足，是沉湎于梦境，还是刺穿爱你之人的胸膛，求一场血淋淋的真相。神魔井之下没有魔物，只有一座巨大的祭坛，祭坛之上，地仙献祭灵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这一场美梦，大抵是上神最后的仁慈，可偏偏我不要。神魔井下其实只有一片黑雾和无数白骨，所谓天之涯除魔，不过是屠戮失去神智的地仙尸体罢了。世上从没有魔物一说，神魔本就一体，是神是魔，不过一念之间。悠悠光芒下，被我扔下来的阿紫被捆在柱子上，一脸生无可恋。魔头，求求你就给我一个痛快！阿紫又生龙活虎，他不听话就扔祭坛吧，反正多他一个不多。都听将军的，说话之人都是这200年间被当作祭品投入神魔井的地仙。我救下他们，同他们一起探索神魔井封印，解开了祭坛之上的秘密。除魔卫道的神，又成了为祸世间的魔。世上之事总是如此讽刺。将军，这个紫衣服的怎么处理啊？随着人间称呼，此间地仙都还叫我将军。当年我从一场大梦中醒来，抵抗着神骨万年煞气，艰难求生。王腾说，我根骨不行，肉体凡胎不自量力。可他们这些先天神胎，也不过靠着蚕食地仙血肉高人一等。王腾怕苦，一点煞气就能入魔，而我自万年煞气中求存，仍能保持心性。可见所谓上神血脉，不过是一块自欺欺人的遮羞布。先行者霸占高位，后来者任人宰割，公平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却要活在大部分人嘴里，真是可怜。神魔井下煞气四溢，万年不见日月，而如今那些溢散出来的煞气，是我故意为之，窃取五行之力的上神害怕神骨，我却不怕。我倒要看看九重天上高高在上的神，失去神力时还能否端得住架子。3日后，我又顺着神魔井爬上了9重天，依旧是天之涯。水幕不知被什么手段击碎，但9重天却到处都在讨论那日的情景。王腾神君亲手杀了那么多地仙，如烟上神是帮他掩藏呢，真是可怕。王腾神君入魔了吧？神君竟然也会入魔？不是说神君天生神体，长草木生长之力，不惧怕煞气吗？而我熟门熟路地溜进了逍遥谷，我掩去煞气，幻化成地仙模样。我走过寒池边，突然感知到熟悉的气息，树干前面虚掩的泥土下埋着一把断剑，是我的剑。我捏紧指骨，才把翻涌的情绪压下去。真是一棵蠢树，连挪窝都不知道。刚准备起身离开，一把长剑搭在我的肩膀上。谁派你来的？如烟上神，别来无恙。阿寻，如烟却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对我充满敌意，反倒是神色复杂。又生出幻觉了吗？阿寻，你还是恨我对吗？你也该恨我。我费尽心机带你上9重天，终究还是护不住你。就算我助你成仙，也抵不过后来我对你的伤害，对吧？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应当带你上9重天。我垂眸，掩去眼中的讽意。你该不会觉得助我成仙对我是大恩吧？如烟似乎陷入自己的情绪中，仍没有辨认出此刻在他面前的我不是幻觉。原来他竟为我的死生出心魔了吗？这可真是太好了！知道你们过得都不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知道，
我不应该弃你于不顾。你错了。我冷冷看向如烟，你不该不问我的心意，就带我上九重天。如烟一愣，难道成仙也是错吗？世人都想成仙，你能得到这个机会还不够。我虽对不住你，却也是真心实意为你好。成仙有什么好？永生不死又有什么好？我在人间对得起百姓，称得上英雄，为何死后要跪着被人欺辱？九重天对我来说，还不如戈壁大漠。你说你帮我成仙，你可问过我愿不愿意？如你们这般道貌岸然的神仙，我不屑于此。如烟，你们做上神的，是不是都这样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人人都觊觎长生，想成仙想富贵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，世间千千万万人都不是。见我手中断剑嗡鸣不已，如烟终于从幻想中清醒过来，他难以置信一般瞪大双眼。你是阿寻，你没死，阿寻，不是心魔，不是幻想，对吗？当然不是幻想，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吧？你入魔了？这世上入魔的人多了，王腾神君进来可好？那日天之涯，打伤王腾，阿寻水镜流影的，你不要执迷不悟，入魔不是好事。你为九重天不容，大道3000都没有你容身之地，到时便是我想帮也帮不上你了。人间我与柳如烟是战友是亲朋，但九重天上的如烟上神与我并无瓜葛，你何必如此？你跟我走，这一次我定能护你周全。跟你走，跟你去何方？你散去修为，同我去南方火之界，我借得无根之火，你就可以驱除煞气。到时我再送你投胎转世，100年后，我接你回九重天。哼，如烟，你是天界战神，那就同我过2招，让我看看九重天的神仙都是什么货色。阿寻，我得中原土之界传承，你不会是我的对手，我不想伤你。然下一瞬，我的虎鞭缠住他左手，捕猎之声传来，刀刺勾起一片皮肤，鲜血淋漓。如烟长剑应声脱手，如今可不是你伤不伤我的事情了。天族战神也不过如此。我卷起如烟的脖子，甩开鞭子，把他扔进寒潭之中。我要他死，但不是现在。我要他们这些欺世盗名之辈死在万人唾骂之后。为了平息九重天上的谣言，木之主承诺大义灭亲，亲自处死入魔的儿子东方木界。木之主带着王腾缓缓出现，王腾一脸不耐烦。如烟怎么还没来？兴许是有事耽搁了。隐在暗处的我忍不住冷笑，如烟确实有事耽搁了，他还被我困在寒潭之中呢。修行1000年，还不如我一个凡人引煞气入体厉害。什么战神废物罢了，五行之力合在一起才能化解煞气。而五界之主为了避嫌，五界只有各自所属的五行之力，单木之力对付不了我。当年我一剑斩断祭坛美梦，跟神谷上的煞气周旋100多年，方才能应用自如。其实我能感觉到煞气在逐渐侵蚀我的身体，就算有延年益寿之物，我的寿元也所剩无几。不过师父说过，人死的憋屈，一辈子白活。他死的憋屈，我总不好步他后尘。木之主说，王腾入魔后，他实在难以割舍父子之情，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成功。如今既然瞒不住，我也只好大义灭亲，为了九重天安危，也为了木界安稳。下面的地仙激动的叫好。王腾挣扎了2下，皱眉跪在木之主面前。留影石上的画面铁证如山，他一出现，嘘声一片。王腾是木界神君，他从未受过这般欺辱，气得不轻。阴冷的目光划过每一个说话的地仙。孽障，今日你我父子缘尽于此。言罢，木之主执剑，一剑刺入王腾心脏。这当然只是做给地仙看的障眼法，但我稍微加了一点东西进去，沿着伤口渗进去的煞气，不管王腾接下来想做什么，煞气都会如同仙骨之躯。小小礼物，希望他喜欢。王腾被木之主亲手杀死，众仙高呼几声。木之主大义，木之主摆摆手，似一位伤情的老父亲，抱起王腾离开。下面有人低声问了一句：“那如烟上神怎么处置啊？”身旁之人连忙按住他的嘴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死了一位神君还不够吗？上神怎么可能跟地仙一样对待？”木之主带着王腾绕过木界众仙，身后跟着心腹。如烟去哪儿了？我儿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他也不知来看看。早知道他这样狼心狗肺，就不助他得到中原土之传承了。战神许是有事耽搁了。木之主神色阴冷：“什么事比王腾还重要？”王腾给你准备了易容镜，都怪那些低贱的地仙，非要逼我谢罪。这下好了，我只能用地仙相貌示人。你放心，过个几十年，我替你做一场飞升假象，
你就能恢复身份了。王腾一边使用易容镜给自己捏心脸，一边恶狠狠道：“我要今日逼我的那些地仙都死！”木之主没说话，只是偏头示意了一下心腹。心腹立即拿出留影石，神君都已经记录好了，下一巡他们都会被派出天之涯，到时候你可以亲自处理。王腾满意的点点头。如烟呢？如烟怎么还不来？已经叫人去了。话音刚落，如烟姗姗来迟，脸色还是微微发白。见到如烟如此神色，王腾脸上的不满迅速消失。如烟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如烟敛去眼底神色，低声道：“我修行出了一点岔子，不碍事。”木之主也满意的点点头。如烟，如今王腾用不得自己身份，就让他去逍遥谷养一养。好。而另一侧，你和阿绿正在看着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不意外，早就猜到了。木之主怎么可能为了几个地仙杀死亲生儿子？王腾是木之主最宠爱的儿子，木之主一向护短，怎么可能因为儿子入魔杀了10几个地仙就处罚他？不过换个壳子，让他继续逍遥自在罢了。但他们的算盘恐怕要落空了。我瞥了一眼王腾跟如烟的背影，打进王腾胸口的那道煞气，今夜就会发作。9重天的月亮永悬不落。我和阿绿坐在寒池边，看王腾和如烟腻歪，我在心里默默数时间。片刻后，王腾捂住胸口。煞气从伤口溢散出来，身具土之力的如烟第一个被牵动，下意识退后。王腾难以控制煞气，肆意的后果就是引动9重天众仙，而如烟本就入了魔，根本不能近身，不然煞气缠身，他也要失控。下一瞬，王腾暴起，抓住身侧呆愣的地仙，眸光森然，捏住他的脖子，五指成爪，伸进他丹田处，抓出内丹握在掌心。地仙惨叫声传出很远，感知到煞气的众仙纷纷赶来，就看到了寒池之上状若疯魔的王腾，他成魔了。木之主，请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赶来的木之主阴冷的环视一圈，却也不敢上前制止王腾。他们都害怕煞气，那是万年神骨不干的嘶鸣和千万地仙无辜的血肉。修行之人最怕沾上因果，这些煞气就是5界之主最大的因果和债主。木之主不动，有人动，离得近的地仙为求自保，只得放出法宝，对着王腾攻击过去。有一个动手，就有第二个。昔日高高在上神君，如今成了邪魔外道，人人喊打。和木之主爱子心切的心情不一样。如烟看王腾的眼神十分冷漠，我隐在人群之外，突然凑近木之主。木之主，让你儿子下神魔井。木之主一愣，低声喝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神魔井下，神族古直，万年不腐，煞气四溢。神魔井下有什么？还需要我为上神解释吗？木之主大骇，惊疑不定地寻找我的身影，却只感知到了一片危机四伏的煞气。王腾神君如今入魔，9重天容不下他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微微一笑，当然是更多的祭品了。他思索片刻，就听从了我的话，毕竟他也没有别的选择。他让心腹赶走激战的地仙，施法引着王腾往自己这边来，然后把他收入乾坤袋中。你还要包庇魔头吗？糊涂啊！王腾大概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人人喊打的一天。木之主沉着脸，把装着王腾的乾坤袋扔入神魔井。见此情形，众仙也愣住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入了神魔井，上神也要死。够了！木之主震怒，地仙不敢说话，每个人脸上都有几分不满，碍于实力差距，不能言明罢了。我满意的欣赏了一番，带着笑意翻下神魔井。落下的王腾早就被琳琅带人绑起来了。我下来之时，他还在大叫：“贱奴！我父亲是木之主，他和你们主子谈好了，竟然敢绑我！你不要命了吗？”琳琅看着他冷笑，感知到我的气息后，轻笑出声：“我们将军回来了。”王腾一愣，继而眼中涌起欣喜。木之主与他简短传音，告诉他神魔井下是自己人。王腾做好了继续当神君的准备，但他眼中的欣喜在见到我的那一刻忽然僵住了。魏巡2个字仿佛从牙缝中挤出。我挑挑眉，你竟然还记得我？神君大人真是好记性呢。魏巡当年送您那一剑，神君可还满意？你想做什么？王腾，你知道神魔境下的人为什么不上去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封印啊！除了我身具煞气，能来去自由，神魔井下其他人都只能在这里等待封印松动那一天。我们实在等待太久太久了，而上神之血就是解开封印的关键，恐怕木之主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若不是我在煞气入体时看到古神只言片语的传承，恐怕也不会知晓这件事。所以我翻出神魔井，几次3番设局，堵上王腾所有后路，就是为了让他跳下神魔井，解开此地封印。王腾大喊：“你这个贱奴！我爹和如烟都不会放过你！”我冷笑：“你错了。”
如今是我不会放过他们了。你们这些自诩救世主的神，也该尝尝被左右命运、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了。王腾，你就好好看看你引以为傲的血脉身份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吧。王腾的血流进封印，一众被牺牲的地仙紧张地看着高悬的逆鳞。片刻后，神龙逆鳞被鲜血染红，一声脆响，似乎响在每个人心底。远远传来一声悠久绵长的叹息。万年封印，封印解除了，伴随着欢呼声，我带着地仙一跃而起，身后是腾空而起的白骨。未曾被五行之力彻底化解的古神尸骸，成了对付五界之主最好的武器。屠龙少年变成恶龙，这样老旧的戏码，却总是一次一次轮回。早已死去的地仙重归九重天，震撼了所有无知无觉的人。九重天最高处，有我放置的水幕。刘颖时兢兢业业地把上神的阴谋传播向每个仙神。神台之上坐的，从来不是慈悲为怀的神，而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虚伪小人。古神的尸骸裹着煞气，滚滚煞气朝着上神袭来。我跳到神龙留下的白骨之上。九重天高高在上的神，上神依旧想像以前一样，让地仙先去冲锋陷阵，耗尽煞气，自己再来做最后的处理。但这一次，地仙都犹豫了。凡人修行不易，这里的每一个地仙都曾经过3灾8难，历尽千辛万苦才飞升。他们之中，有人百世善行，有人救国救民，昔年都是人间界万人敬仰的大能。但在九重天上，大家都成了低人一等的地仙，为奴为婢。快去啊！对抗魔物有功者，我木界上神之位空出3位，火界5位，水界3位。上神之位空出，有地仙开始犹豫，真的能做上什么？上神就不会死了吧？下一瞬，一个熟悉的绿色身影爬上了水镜，阿绿的声音透过水镜散开：“大家别傻了，不可能的，只是一个上神虚名罢了。到时候不还是低人一等？这些对我们敲骨吸髓的上神不死，我们永无出头之日。”阿绿话音未落，胸前绽开一捧血花，水镜缓缓坠落，似一只飞鸟投鳞，如水入肺游。沉默一瞬过后，九重天的地仙也红了眼。沉默着归入了神魔井上来的队伍中。我一马当先，拎着鼓鞭寻找五界之主的身影。中原土之主消失多年，如今由如烟继承，他亦是新的五界之主。昔日仙境，如今炼狱沸腾的怒火之上，是万年来被毒死的飞升之路。这世上从没有先天神态。如烟站在人群之后，遥遥看向我。我心中突然一动，急切地向他掠去，然而还是慢了片刻。如烟的剑刺进了木之主的胸口，他伸手取出木之主的内丹，古木之力汇聚一身，他想汇集五行之力。下一刻阵法发动，另外3界之主也惨叫连连，被如烟活取内丹。如今我就是九重天之主。阿寻，过来！变故陡生，下方的打斗也停了下来。我站在白骨之上，静静看着如烟。阿寻，我说了，这一次我会护住你。我缓缓笑起来，事到如今。如烟依旧如此虚伪，你想得到力量，这不是什么错，但你偏偏还要为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如烟，你可真是惹人发笑。我执剑遥遥对准如烟，不要不自量力，我汇集五行之力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自量力这句话，我听得多了。说这句话的人，后来都死了，你也不会例外。如烟虽然集齐了五行之力，却并非我对手。我身上汇聚了万年煞气，而他心思不定，早就入魔了。剑刃抵在如烟脖颈之时，我不合时宜的想笑。师傅说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我这样不顾性命，引煞气入体，大抵就是不要命的。阿寻，你我在一起，天下皆能收入囊中，你为何非要跟我作对？因为我瞧不上你。我垂眸，冷冷看着如烟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如烟急切道。若不是我带你成仙，你哪有今日的造化？这造化不要也罢，我早就说过，不是人人都想成仙，我只求问心无愧。言罢，我没再听如烟逼逼，一剑捅破他丹田，准备取出五行之力，还天地一个清净。内丹入手之时，我却发现九重天突然静止下来。天有阴阳，行于4时；地有五行，聚于9州。遥远缥缈的声音自耳边响起。得五行之力者，可成心主。我勾唇冷笑，手微微用力，捏碎了内丹。天地本无主，下一瞬，天边涌起万丈霞光，凤凰长鸣，麒麟嘶吼，日月同辉。自我身畔，五行之力弥散开来，缓缓归入天地。万年不腐的神骨在莹莹光芒下碎裂消失，被煞气所伤的地仙也都得到滋润。浑厚悠然的声音从脑海深处传出：吾乃天道，你所求为何？原来五行之力分散，封印的不仅仅是古神尸骸，还有天道。没有天道，自然没有公正。天道说，如今五行之力归于天地，世间再不会有永生不死的神。这样也好，修行之人与天争命，凭什么有人一出生就毫不费力拥有所有？你所求为何？我想了想，笑道：
大抵是求一句凭什么？凭什么神可以改变无辜之人的命格？凭什么地仙就要为奴为婢？这世上有太多事，我都想问一句凭什么？天道许我一个愿望，我求了一件事，回到过去，回到人间。我想打完那一场没有输赢的仗，那是柳如烟的劫难，所以注定会输。而今我想再来一次，没有九重天插手，输赢我都接受。黄沙漫天，枯藤老树，我身后追上一个人。你怎么也跟来了？神仙做够了，陪你打仗不行吗？我那日精不精彩，英不英勇？精彩英勇。走吧，阿绿。我不叫阿绿，你还没问过我名字呢。好吧，阿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